你想在以后日子里拥有财富自由吗？你想要完全不受工作时间和薪金束缚的生活吗？如果你想，那你就要听听我接下来的分享了。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财富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完全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普通人能够做得到吗？答案是一定可以的。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你想要以后能够财富自由，那么你现在就必须减少自己的娱乐时间或兼职工作。因为达到财富自由的最大条件就是你要提升你的个人能力与被动收入。为了提升你的个人能力与被动收入，就意味着你要花更多时间去投资和装备自己的脑袋。好消息的是，因着今天的网络发达，你可以透过网络的便利来激发你的潜能。只要你有心学习和改进，以后你的能力与收入绝对不会少过那些从学院毕业出来的人。还会和大家分享如何透过网络装备自己，以及如何提升自己的被动收入之前，我们先要理清财富自由的重点是什么？是财富吗？还是自由？相信一般人都会把重心放在财富上，但真正的重点其实是自由，而不是财富。因为当你把重心放在财富时，你就会用更多的自由来换取更多的财富，结果就是一直为了赚钱而做自己不喜欢做的工作。反之，当你看重自由胜过财富时，你就不会一直被财富所束缚，你反而会为了人生自由而撇开了许多不必要的债务与捆绑，你整个人也会因此轻松愉快很多。也就是说，财富自由不是把财富最大化，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而是在不被财富所束缚的情况之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当然，贫穷人也可以过上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贫穷的人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和时间之内过着自由的生活，而富有的人却可以选择在更多的情况之下去过着不同的自由生活。虽然说自由才是重点，但财富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梦想。只是我们在赚钱的同时，不要忘记了赚钱的初衷。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我们也不要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梦想去换取更多的金钱。这一点是我们在赚大钱之前所必须要理清的理念。那么我们要如何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呢？首先，脱贫先从习惯开始，不要因在意别人的眼光而乱花钱。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而买了很多不必要买的东西，比如昂贵的手机、汽车、房子。当然不是说不可以买，只是真的没有必要买最贵最好的。就好像某某牌子的手机价值$1000，它有超强的拍照功能，甚至连月亮脸上的黑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买了这款手机的人，又有几个真的是会用到这些超强的拍照功能呢？我想一般人都是不会用到的。很多人用$1000去买一个手机，但只用到了$200的功能。又或者另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事业有成而购买了很昂贵的汽车和房子，但在还贷的时候却不断叫苦连天。那么又何必为了证明自己而让自己欠上一身债务呢？除非你的收入很高，否则真的是不需要买太贵的手机、汽车、房子或者其他家电来增加自己的债务。不要因重视现在的感觉而每天娱乐。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释放工作压力而每天玩游戏、追戏剧，但一天过一天，这些娱乐活动却完全没有带给我们一丁点的收入。如果我们把娱乐的时间都换成学习或创作的时间，那么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就能有额外的收入。当然不是说不可以娱乐，娱乐还是需要的，但娱乐的时间不应该占据我们所有休闲的时间。除了娱乐只会形成另一种的债务危机，因为它不断的夺走我们的时间，却没有带来任何的价值。不让收入高于生产力。
从前某个乡村的人很喜欢吃水果，但因这地区偏远的关系，通常没有什么人会愿意送货到这里来，所以就有2个人经常会去到大老远的地方取货带回家乡卖。其中一个人名叫大华，他每天都摆摊贩卖水果，而且每个星期都会出去取货好几次。另一个人名叫大明，他每2、3天才摆摊贩卖水果一次，其余的时间都在处理种植的事。虽然大明每天工作时间都超过大华很多，但收入却远远不如大华。可是过了几年之后，大明开始有了许多的收成，他水果不但卖给本地人，也运到城市去售卖。就这样的，大明的收入开始超越了大华的收入好几倍，而眼红的大华也开始了自己的水果种植。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在大华努力种植的同时，大明已经把水果市场都给垄断。最后大华的生意一落千丈，甚至只能放弃自己的生意去和别人打工领薪资。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说，事前投资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想要赚大钱，也太在意现在的收入，反而错失了赚大钱的机会，一辈子都只能赚小钱。但当我们能够像大明那样重视未来胜于现状时，我们就能够在未来赚取更可观的收入。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要像大华那样稳稳定定的赚钱生活，还是要像大明那种能够在晚年衣食无忧的生活呢？如果我们想要在中年或晚年拥有更好的被动收入或更高的薪资，那么我们现在的收入就不可以高过生产力。意思就是说，不要为了赚钱而忽略抽出时间自我增值以及投资未来的被动收入。善用网络的优势。过去的时代中，人们若要学习各种知识，就必须去到学校。但如今，因着网络科技的进步，现在只要在家中透过网络就可以学习，甚至网络里的资讯远比学校更多更好。如今，无论是学习、创作、消费、联系等事物，都已经离不开网络，所以看重网络的应用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还是希望在网络以外的地方学习和赚钱，那么被淘汰也是迟早的事。但只要我们肯不断善用网络，多学习多创作，那么我们的前途肯定是无限量的。赚钱先改变观念，为这未来的被动收入铺路。什么是被动收入？就是那些不需要另外花费时间和劳力换取的收入，比如出租房子、投资股票或基金、写文章、做视频、版权费等，都是被动收入的一种。但是在还没有拥有稳定的被动收入之前，主动收入还是需要的，并不是说为了能够加快被动收入的进展，就完全放弃现在的主要收入。除非你家有很多金山银山，那就另当别论。如果你手头上真的有很多现金，那你的确是可以考虑透过金融市场来赚取被动收入，或者是购买房子出租给人也是可以。只是在投资之前和之后都要花时间去了解相关的市场和资讯，否则就不算是投资，而是投机，就和赌博没两样而已。但如果你手头上没有很多现金，就好像我一样，那你可以考虑在网络上写文章或发视频。只要你的文章或视频做得好，而且持续上传更新，那么以后你的文章和视频就会成为你的资产，长时间累积下来，还是能够透过流量、广告、周边活动等各种方式赚钱。但前提是一定要坚持创作和改进，因为在开始的前1-2年或是前100个作品当中，往往都是没什么收入，甚至是零收入。如果你真的要在网络创业的话，那么你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不要忽略知识的力量，在以后的日子里，钞票是会越来越不值钱的。你今天可以用10块钱吃到的食物，10年以后可能就要花上20块钱才可以吃到相同的食物。如果你今天的工资是2000，10年以后你的工作岗位仍然没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你的工资可能也就3000左右，甚至更少。也就是说，你的购买力会越来越下降，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辛苦。但如果你
你从今天开始每天抽出时间上网学习有用的资讯的话，那么过了几年之后，你就可以透过网络创作或网络工作带来额外的收入，或者你可以在你自己原本的工作上要求更高的薪资。总之，多多学习绝对是利大于弊的。当然，过程会有点辛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所学会的一切知识以及我们所创作的一些作品都会形成我们的资产。不要低估风险。每当我们每天的玩游戏或追戏剧时，不只是会降低我们在未来中的购买力，也会让我们随时失业。因为5G 的出现以及人工智能与 3D 打印机的普及，必然会造成许多工作岗位被取代，比如客服、推销员、厨师、老师、律师、医生等。除非你在这些领域当中极为出色，拥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做法，甚至能创造出新的理论，否则被淘汰是迟早的事。但也不需要太担心，只要我们肯学习、肯改进，愿意不断创新与思考，人工智能还是不能取代我们的。如果不想在5年或10年之后失业，那么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各种知识，提升自己的创意性与批判性。当然，除了学习各种知识来增值自己之外，了解未来的趋势也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风险、提高收入的。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5G 以后的世界，那么你可以在下方的资讯栏中看回我上次的影片分享。意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以前的赚钱方式和现在的赚钱方式完全不相同。我们不能用过去的教育或方式来迎接新时代的生活。在古代，只要你肯努力工作，即使只是耕田而已，都可以一人养活一家人。但如今你只会耕田，什么都不会，那你可能只能够养活你自己一个人而已。在现今的社会，尤其是以后的时代，人力是没有价值的，反而创造力与判断思维还是最值钱的。只要你创造出很特别的作品，或是你很具体的去纠正某些理论的谬误，都是可以为你带来很可观的收入的。中心思维转变为创业思维。在以前，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报酬。但在如今，如果你的方向不对，创新不够，即使你再努力，这收入还远远不如一些比你更懒惰的人。他们可能只是在家动动脑、动动嘴，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贵人或是很幸运而已，更是因为他们跟上了时代。同样的，只要你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即使你不能成为别人的上司，你还是能够透过成为自媒体来赚取不错的收入，打造个人的品牌。因为时代的变迁，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的情况之下，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品牌，就是一个公司。品牌不再像是过去那样局限于大公司，虽然我们只是个小公司，资金有限，但也因为我们的小，所以开销也很小，成本很低，流动性强，变化更多端。这些都是之前的公司所没有的优势。只是我们在打造自己的品牌之前，先要磨练自己，从自己比较擅长或比较感兴趣的领域中着手，并发展出相关的服务或产品。比如，老师不只是可以透过网络教书而已，同时也可以提供保姆的服务，边照顾别人孩子，也边教育别人的孩子，或者是参加综艺节目、玩抖音，一边提供娱乐，一边提供教育。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服务，只是看你要还是不要而已。最后，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财富自由的重心不是财富，而是自由。脱贫先改变习惯，包括不要因在意别人的眼光而乱花钱，不要因重视现在的感觉而每天娱乐，不要让赚钱高于生产力，并且善用网络的优势。赚钱先改变观念，包括为着未来的被动收入铺路，不要忽略知识的力量，不要低估风险，意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把攻心思维转化为创业思维，打造个人的品牌。总结来说，就是了解世界的趋势，发现与承认自己的问题，并改变自己的观念。我们赚钱是为了梦想，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赚钱。最后送给大家2段圣经节：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别为钱财耗尽心力，要明知适可而止。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感想或想法的话，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要是你觉得我的分享不错的话，就记得按赞、转发，以及记得订阅和关注我哦，因为你的订阅和关注是我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